新领导上任第一天就把我裁了，说我是前任领导的走狗，拿着高薪不干活，全办公室的人都看着我收拾东西。你平时到底负责什么工作？明天你就知道了。新官上任三把火，我的新领导庄必凡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定制西装出现在分公司全员大会上。从今天起，这家公司我说了算，我不管你们过去是谁的人，有什么背景，业绩怎么样，在我这里只有2个字：狼性。不能为公司创造价值的，就是公司的蛀虫。对于蛀虫，我的态度一向很明确，那就是清除。比如西亚虾，高级数据维护专员。据我了解，你的薪资比在座的技术部经理还要高，可你的工作职责却是系统维护。前任李总真是宅心仁厚，养了你这么一个高薪闲人。看来我成了他杀鸡儆猴的那只鸡。西亚虾，你被解雇了，人事会跟你谈后续，现在你可以去收拾你的东西了。回到开放办公区，我成了被同事们围观的对象。你这工位倒是干净，所以你平时到底负责什么工作？明天你就知道了。我抱着箱子站在人来人往的街头，屈辱、愤怒、不甘，像无数只蚂蚁在啃噬我的心脏。庄必凡，游戏才刚刚开始。回到我的小公寓，坐在电脑前，我输入了一长串复杂的指令，屏幕中央出现倒计时。这是我入职这家公司第1年就为自己留下的后路，我叫它死海协议。这套协议深植于我为公司搭建的整个底层 IT 架构之中，它与我个人的最高权限密钥绑定。一旦我的功耗权限在公司后台被人为删除，协议就会被激活。在9个小时的缓冲期后，它会自动锁死公司所有系统的底层访问权限，并将核心数据库用一套只有我才知道的动态加密算法进行封存。它不会破坏任何数据，但会让所有数据都变成一堆谁也看不懂的乱码，除非我用我的私钥来唤醒它。8年前，我刚进公司时，这里还是一个技术上一穷二白的烂摊子。是李总，当时的分公司负责人，顶着所有人的压力，给了我这个刚毕业的实习生绝对的信任和权限。是我一行一行代码，一个服务器一个服务器，搭建起了如今支撑着公司所有业务的庞大系统。ERP、CRM、财务系统、供应链管理，甚至连门禁和考勤都运行在我亲手构建的地基之上。而我的对外职位，为了不引人注目，在李总的建议下，一直只是一个听起来人畜无害的高级数据维护专员。我像一个幽灵，隐藏在系统的最深处，守护着这个庞大的数字王国。现在这个王国的国王把我这个创造者当成垃圾一样扫地出门，那他很快就会发现，他毁掉的不是一个仆人，而是整个王国的地基。小夏啊，我刚听说庄必凡这个蠢货，你别往心里去。李总，我没事。你还是太低调了。庄必凡是总部往副总的人，这次空降下来就是为了清洗我的人，给自己铺路。他是个典型的学院派，迷信管理学，根本不懂技术。他把你当成可有可无的行政人员了。李总，谢谢您告诉我这些，您也多保重。你真的没事？我没事，会有事的是他。挂了电话，我关掉电脑，上床睡觉，一夜无梦。第二天早上8点整，我的手机准时开始疯狂震动。虾哥出事了，公司所有的系统全都崩了 ，ERP 打不开 ，CRM 登录不进去，客户资料全都看不到了，客服部的电话快被打爆了，还有门禁系统也瘫了，好多同事被关在外面进不来。别急，小爱，慢慢说。电话那头是小爱混合着哭腔的描述和背景里各种嘈杂的叫骂声、电话铃声。我能清晰地勾勒出公司现在的地狱景象。庄必凡在他的玻璃办公室里暴跳如雷，像一头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他命令技术总监半小时内必须解决所有问题。技术总监满头大汗地在机房里忙活。他尝试了重启服务器，尝试了后台登录，尝试了所有能想到的办法，但一切都是徒劳。庄总不行啊，所有服务器都被一种我们从没见过的协议从底层加密了，数据库完全无法读取，我们连后台都进不去。废物，都是废物！一群年薪几10万的技术员，连个系统都搞不定，肯定是黑客攻击，马上报警！庄总，不好了，你们快看看！欢迎来到我的世界，游戏开始。庄总，这不是黑客，这不是黑客是什么？这是系统架构师留下的后门，这是他亲手建的地基。我们所有人过去8年一直都住在他盖的房子里，现在他把门锁了。公司的客服电话在第1个小时就被打爆了，愤怒的客户因为无法查询订单、无法获得服务而疯狂投诉。销售团队失去了 CRM 系统，也像失去了眼睛和大脑，所有客户信息跟进记录全部消失，他们不知道该联系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生产线因为无法从 ERP 系统接收指令而陷入停摆，财务部门无法进行任何一笔账务处理，公司运营的命脉被我一根手指轻轻掐断了。庄必凡终于意识到，昨天被他像垃圾一样扔出门的那个高薪闲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西亚虾，我是人事部的琳达，公司系统出了点问题，需要你回来配合解决一下。配合？我凭什么要配合？西亚虾，我提醒你，你还在走离职流程，从法律上讲，你依然有义务。跟这种蠢货多说一个字都是浪费我的时间。午饭时候电话又响了，还是那个号码。西亚虾，大家同事一场，公司现在遇到了大麻烦，你能不能帮帮忙？帮忙？我为什么要帮一个刚刚把我当众羞辱、扫地出门的公司？我们可以给你补偿。庄总说了，只要你回来解决问题，公司愿意在 N+1的基础上再多给你3个月的工资作为补偿。
琳达，你觉得我现在缺钱吗？他可能永远无法理解，对于一个能凭一己之力锁死一家上市公司所有命脉的人来说，区几个月的工资是多么可笑的筹码。又过了半小时，一个尾号为4个8的手机号打了进来。西丫虾，你到底想怎么样？这话应该我问你，庄总，你想怎么样？回公司，我们好好谈。庄总，你好像忘了，我昨天被你开除了，我现在已经不是你的员工了，现在是你要求我。说吧，你的条件很简单，第一，以公司名义在你昨天开会的那个大会议室里，为昨天对我造成的名誉损害公开道歉。道歉的内容必须包括你承认对我的工作内容调查不周，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你必须为蛀虫、高薪闲人这些词汇向我个人正式道歉，我要看到你的诚意，而不是一份敷衍的公关稿。西丫虾，你做梦让我给你道歉？那我继续做梦吧，再见。游戏的主动权从一开始就在我手里，而我有的是耐心。我的耐心并没有经受太久的考验，不到半小时，小爱的微信消息就跳了出来。他发来一张截图，是公司那个300多人的全员工作群。截图上是庄碧凡刚刚发的一段话。各位同仁，关于昨天人事变动的决定，在沟通过程中可能存在一些方式方法的问题，给前同事西丫虾造成了一定的困扰，在此我个人表示遗憾，希望大家能专注本职工作，共度难关。遗憾，他甚至不愿意称之为道歉，只用了轻飘飘的遗憾。他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把问题归结为沟通方式方法。他没有提我的名字，只用了冷冰冰的前同事。这哪里是道歉，这是对我赤裸裸的2次羞辱。我在电脑前冰冷的手指在键盘上飞速敲击，发出一连串清脆的声响。庄总，看来你还没搞懂游戏规则，那么游戏继续，惩罚加倍。几分钟后，小爱的电话又来了。虾哥，你干了什么？公司的内网突然恢复了？不对，只恢复了一部分，只有考勤系统和报销系统能用了。好戏现在才开场。紧接着，公司所有员工的邮箱里都收到了一封系统自动推送的邮件。邮件的标题充满了恶作剧般的嘲讽，新任领导与核心团队首日奋斗实录。邮件里是我从后台恢复的庄碧凡和他带来的那5个心腹昨天的全部动态记录。上午开全员大会，强调狼性文化，慷慨激昂。下午1点30分，庄碧凡带着他的5个亲信，一行6人打了外出考察的考勤卡。下午2点15分，他们一行人的车辆 ETC 记录显示，他们进入了市郊一家顶级高尔夫会所的停车场。下午5点40分，他们离开会所。晚上7点整，公司财务报销系统里多了一张金额为18888元的餐饮发票，开票单位是城中一家著名的米其林3星餐厅。这就是他说的狼性文化，吃米其林喝拉菲，第一天就带着自己人去高档会所，还把发票拿回来报销，这也太不要脸了吧！杀鸡儆猴把虾割开了，就是为了方便他们自己吃喝玩乐。那个报销系统不是瘫了吗？怎么又能用了？还能看到这个？除了虾哥还能有谁？庄碧凡刚上任时营造的雷厉风行、不近人情的霸道总裁人设，在这一刻醉得连渣都不剩。他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一个嘴上全是主意，心里全是生意的伪君子。当天深夜，李总电话打到我手机上。小虾，方便见个面吗？有些事必须当面跟你说。小虾，你这次可能捅到马蜂窝了。庄碧凡这个人虽然傲慢愚蠢，但他自己掀不起这么大的浪。他是总部王副总的一枚棋子。王副总你可能不熟，他是我们公司创始元老之一，主管海外业务，在董事会里势力很大，一直想把我从这个位置上挤走。所以他把您明升暗降调去总部，就是为了派庄碧凡来。没错，庄碧凡这次空降下来，表面上的任务是提升业绩，但真正的目的是审计。名为审计，实为寻找我任期内可能存在的任何黑料和把柄。他要做的就是彻底清洗掉我在这里的所有影响力，然后把这家分公司变成王副总的私人领地。他为什么会盯上我？因为你是整个公司 IT 系统的核心，他那种人虽然不懂技术，但他知道谁掌握了数据，谁就掌握了命脉。他以为你是我的心腹，以为只要把你开掉，就能顺利接管所有系统权限，然后从海量的数据里挖出他想要的东西。我好像明白了什么。小虾，你还记得吗？3年前我让你在设计系统底层架构的时候，留一个最高优先级的加密保险柜。我当然记得，当时您说是为了存放公司最核心的商业机密和战略规划，需要一个独立于常规系统之外，只有我和您2个人知道的绝对安全区。我按照他的要求，用了一套当时最复杂的非对称加密算法，构建了这个数据库中的数据库。他的密钥一分为2，一半在我这里，一半在李总那里，必须同时输入才能开启。我当初让你设计那个死海协议，不仅仅是为了保护系统，更是为了保护那个保险柜。那个加密的核心数据库里存放的根本不是什么公司的商业机密，而是我花了5年时间搜集到的关于王副总多年来利用职务之便，在海外项目中违规操作、挪用公款、侵吞国有资产的全部证据链。我一直以为我只是一个单纯的技术人员，我守护的只是冷冰冰的数据和代码。我从没想过，我亲手构建的这个数字堡垒里，竟然隐藏着如此惊天的秘密。李总本想等时机成熟，在董事会上拿出这份证据，一举将王副总这个公司的毒瘤彻底清除。
没想到王副总先下手为强，把他调离了岗位，而愚蠢的庄碧凡把我这个保险柜的守护者当成了一个小喽啰，一脚踢开。他做梦也想不到，他一心想要寻找的能够扳倒李总的黑料根本不存在，而他真正想要献给主子的投名状，整个公司系统的最高控制权，以及那个隐藏在最深处的能决定他主子生死的核武器，现在完完整整的落在了我一个人的手里。原来是这样，我只是一个被意外卷入高层权力斗争漩涡中心的小兵，但现在这个小兵却阴差阳错的拿到了能够颠覆整个战局的王牌李总，那这游戏可就更有意思了。回到家，我一夜未眠，我在脑海里将所有的信息、所有的筹码、所有可能的发展都推演了一遍。我的目标变了，我不再是一个被动的复仇者，我要成为一个主动的猎人，一个棋手。我通过李总提供的渠道，匿名联系上了总部另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是公司的技术元老，作风务实，与靠投机钻营上位的王副总向来不合，是公司内部另一大派系的领袖刘总。就东西里总能翻出新惊喜。愿闻其详。很好，第一步棋落下，现在轮到庄碧凡了。庄总，考虑的怎么样了？我的第一个条件，你还满意吗？你还想怎么样？不怎么样，只是来通知你我的第二个条件，我要你昨天带来的那5个心腹，就是跟你一起去打高尔夫、吃米其林的那5位，全部滚蛋！人事任免令必须在今天下班前在全员群里公布。西啊，你别太过分！过分！庄碧凡，你是不是还没搞清楚状况？你以为你现在还有资格跟我讨价还价？还是说你想让我把王副总去年在那个东南亚海外基建项目里的差旅费明细也整理一份，发给全公司员工学习？你猜董事会和纪委会对那笔高达3000万美金，却只有一张手写收据的咨询费，会不会感兴趣？电话那头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我甚至能听到他因为极度恐惧而变得粗重、紊乱的呼吸声。我发。下午5点半，在会议室里，庄碧凡说出人事任免通知。他带来的那5个所谓的核心团队成员，以严重不符合公司价值观、能力无法胜任岗位要求为由，被全部辞退，即日生效。公司里所有人都看明白了，庄碧凡这个空降兵已经彻底沦为了一个被架空的光杆司令，他的威信荡然无存。然而我还是低估了一个人在被逼到绝路时的疯狂。庄碧凡不敢向远在总部的王副总求助，他决定用最脏、最野蛮的手段做最后一搏。周四晚上，我正在分析王副总那些证据链中的一些技术细节，我的电脑突然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一瞬间，数以万计的攻击请求像潮水一样涌向我的防火墙。对方的手法很专业，也很暴力，是典型的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同时，我的手机也开始收到各种骚扰短信和验证码轰炸。庄碧凡狗急跳墙了，他肯定通过非法渠道花重金雇佣了一个黑客团队，他们正在对我进行人肉搜索和网络攻击，企图通过技术手段定位我的物理位置，然后用更直接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小艾也偷偷给我发来消息，说公司里来了几个陌生面孔，穿着打扮不像公司员工，在四处打听我的家庭住址和个人信息。危机似乎一触即发，我用来操作的这台电脑，所有硬件都经过了特殊改造，网络连接也经过了至少7层物理和虚拟的隔离与伪装。他们看到的 IP 地址是我在全球各地布置的数百个代理服务器中的一个，每隔30秒就会自动跳换一次。想要通过网络找到我，无异于大海捞针。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我甚至没有去阻挡他们的攻击，反而故意在防火墙上给他们开了一个微小的后门，一个精心布置的、充满了诱饵和陷阱的后门。那个黑客团队果然上钩了，他们以为自己突破了我的防线，欣喜若狂地涌了进来，试图窃取我电脑里的控制权限，然后他们就掉进了我为他们准备的捕兽夹里。他们在我伪造的虚拟环境里折腾了整整3个小时，自以为窃取了大量核心数据，而他们的每一次操作、每一个指令都像一个被脱光了衣服的小丑，在我的监控下一览无余。凌晨3点，当他们还在为自己的胜利而庆祝时，我结束了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我将一份长达20页的 PDF 文件打包发送到了庄碧凡的公司邮箱。这份文件里详细记录了那个黑客团队所有成员的真实身份信息、住址、联系方式。更重要的，还有庄碧凡通过一个境外账户向他们支付50万美金酬劳的完整转账记录和聊天截图。庄总，买凶伤人可是重罪，你说我如果把这份礼物匿名寄给警方和你的主子王副总，会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庄碧凡崩溃了。周5一早，他就带着哭腔给他那位高高在上的主子王副总打电话。他坦白了一切，从他如何傲慢地开除我，到系统如何瘫痪，再到他如何被我一步步逼到绝境，甚至把他雇佣黑客结果被我反杀的愚蠢行径都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电话那头的王副总在听完这一切后，沉默了足足1分钟。是西先生吗？我是王建国。王副总没有绕圈子，直接约我在城中最高档的私人会所见面。我知道最后的决战来了。小虾，久仰大名，这次的事情是庄碧凡那个蠢货自作主张，给你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我在这里代他向你赔个不是。王总严重了，庄总也是奉命行事，谈不上谁对谁错。小虾，你是聪明人，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这张支票数字你随便填，只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我绝不还价。另外，总部技术研发中心正好缺一个副总监的职位，年薪300万，另加期权，只要你点个头，这个位置就是你的。我只有一个要求，把你手里的东西全部交出来。王总，你好像没明白，现在不是我需要你，而是你需要我。
年轻人不要太贪心，胃口太大是会撑死的。你手里的东西是一把双刃剑，它能伤人也能伤己，把我毁了，对你有什么好处？你也一样，什么都得不到。王总，你又错了，我不需要得到什么，我这个人很简单，我只是讨厌别人抢走我的东西，还理直气壮地踩在我的脸上。现在游戏规则由我来定，我的条件会让我的律师正式函告贵公司董事会，在你和董事会接受我所有条件之前，公司瘫痪造成的每一分损失都会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地记在你的账上。周一早上9点，一封由国内顶级律师事务所发出的律师函被同时送到了公司董事会所有成员以及纪律委员会的邮箱里。律师函里清晰地列出了我的合作条件。条件1，赔偿，对我个人名誉和精神造成的巨大损害进行一次性现金赔偿。条件2，股权，我要求公司无偿授予我3%的技术干股，并以此身份进入公司股东会，拥有1票否决权。条件3，权利，公司必须立刻成立一个独立于所有业务部门和行政体系之外的数据安全部，由我担任首席安全官，部门所有成员由我亲自招聘，预算独立，只向董事会和我个人负责。条件4，清算，我将有条件的配合总部纪律委员会，对公司某些高管可能存在的财务问题进行全面的、深入的技术溯源和数据恢复。这第4条等于直接把刀架在了王副总的脖子上，整个公司高层彻底炸开了锅。董事会内部以刘总为首的务实派立刻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强烈要求董事会接受我的全部条件，并立即启动对王副总的内部调查。而王副总一派的成员则惊慌失措，他们试图指责我这是敲诈勒索，是商业恐怖主义。如果动我就要曝光公司更多内幕，让大家一起完蛋。虚张声势的威胁就像一只被拔了牙的老虎，除了咆哮什么也做不了。最终，为了保全公司，也为了派系斗争的最终胜利，董事会做出了选择。在经过了长达48小时的激烈争吵和博弈后，刘总亲自给我打来了电话。西先生，董事会经过慎重研究，原则上同意你的全部条件，合作愉快。公司恢复正常运营的第一天，所有员工的邮箱里都收到了2封来自总部的人事邮件。经董事会决议，为加强公司数据信息安全管理，即日起成立独立数据安全部，自任命西亚虾为公司首席安全官，全面负责该部门工作。同时，授予西亚虾公司3%股权激励，即日生效。经查，分公司原负责人庄必凡在工作中存在重大管理失职和严重违规操作，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名誉损害。即日起解除与庄必凡先生的劳动合同，公司将保留通过法律手段追究其相关责任的权利。那天下午，我回到了公司，就在电梯门打开的一瞬间，我看到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背影，是庄必凡。他抱着一个和我那天一模一样的纸箱，里面装着他那点可怜的私人物品。你平时到底负责什么工作？嘴唇剧烈的颤抖着，脸色在一瞬间变得惨白、屈辱，像潮水一样将他彻底淹没。我与他擦肩而过，走进那片曾经让他耀武扬威，如今却属于我的领地。虾总好。不久之后，财经新闻上传来消息，集团原副总裁王建国因涉嫌巨额贪腐、侵吞资产等多项罪名被立案调查，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和漫长的牢狱生涯。恶有恶报，虽迟但到。